哎，豹哥啊，十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呀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十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，殿下，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十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呐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十七郎啊，我就算立个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。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，以后她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，所以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我便十分感念。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晚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晚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
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逆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也要看看李逆会有什么反应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因节制平凉、喂养，咱们崔家军有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。世事如棋局，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棋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棋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他要嫁给我们17郎啊！就是。哎，17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啊，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石四郎，对，娶崔小姐，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，这种好事儿，他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。对呀，不能让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，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啊！哎，17郎，就是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17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不能算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我说跟你算。17郎，新郎官你别走呀。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 17郎，17郎有喜讯啊！
什么喜讯啊，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石七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见。既然约见，只怕事有不协。乐游原还是那么美啊！安影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。但你那2个兄长，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为。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构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石七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唯有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的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，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却知道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
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小姐，你刚刚跟秦王到底说了什么呀？怎么突然就不欢而散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来找你商议婚事的吗？怎么的？难不成他还不想娶你了？他只是不愿意做太子，但是他不明白，如果他不做太子，他就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全不了，还如何娶我呢？他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明明那么喜欢你，喜欢到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这难不成让他做太子，比要他的命更难吗？如果还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跌覆了一幕，会为你爱着。你看，四时有序，风雨无晴，这天都要黑了，偏偏又下起雨来。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跌覆了一幕，我会为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新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新王府昨夜走水，新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新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，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，旁边院墙的砖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隐情。这个信王好狠呐！你觉得
是信王下的手。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？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啊，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。顾小姐，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十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，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啊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
犹如油坊一般易燃。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石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，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。信王以才艺为由，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李娟，李娟。怎能如此狠毒？他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取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石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写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！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李逆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。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，连同人证物证，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他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
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真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要为我做主！他能摆脱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，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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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信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信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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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，父皇。一日夫妻百人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南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蓝关做侍妾了，就可以回到牢蓝关做侍妾了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了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
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但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。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阿莹，你醒了。
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英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2个。岂不妙哉？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英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剑术勾结的狗贼，还想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英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英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，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她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，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长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英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英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尤其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儿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这2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犯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
柳成风要挟持崔莲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，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的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硕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硕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啊！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哪儿当的二哥这么夸我？都是运气，运气！你看，这浣山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柳成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不是，二哥，不是，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。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小豹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，是。就是这儿了。石七郎，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阿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。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拜堂成亲。柳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。以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？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
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！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你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的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英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说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解说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，因为从前那个爱护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死了。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，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说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阿英，你好狠的心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英，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他们都会来救我的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骑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。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十七郎，老包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上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。公子，有喜来报，100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着甲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
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接硕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避怨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崔家军的重骑在冲锋。什么样的重骑，竟然大地都震动？那是崔家军能号称定胜军的底牌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崔家军的重骑。不论是什么人，不论是什么阵法，在崔家军的重骑面前，都会被踏平的。哎呀，哎呀！快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听到没有？快走啊！快走！姓柳的还有用，带他一起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英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我在，我在。十七郎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来，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镇西居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是吧？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应龙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
说是去丰阴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哎，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凤月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哎，对，吃羊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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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事情啊，知道。我们啊，花钱救了个人。对，我们救了个人，我们救了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哟，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，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，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这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信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楼兰关。对，都回楼兰关，都去3里冲。石新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。我们呀，都从楼兰关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。石信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河水18万，1万60大一艘船，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的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。我的名字呢？是宗正寺给我取的，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明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，乳母从小就叫我17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17郎。哼。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1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”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，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，阿爹，捉1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。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吧？师生，
海野，我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摇篮河水18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是啊。命定的缘分，却错位的身份，无尽的安然，想逃离这纷争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久一些，再长久一些。只属于你这满天的缤纷。海洋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。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言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你是唯一的誓言，心照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自相